半神境。看到这位6位远古家族族长目露意外，他们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还以为这位是与祖武界宗有何关系。他是卧龙武宗宗主。提线尊者说道：哦，得知这位竟是卧龙武宗宗主，与祖武界宗没关系。6位远古家族族长都是不同程度露出了笑容。卧龙武宗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哪怕宗主在们眼中也只是一只蝼蚁。原来祖武界宗才是你们的目的，攻打我卧龙武宗不过是障眼法，想利用我卧龙武宗的防御大阵才是真，但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祖武界宗就算不属于我卧龙武宗，也是属于祖武天河，绝不会让你们拿走。卧龙武宗宗主说话间，便捏出一道独特的法诀，下一刻他的身上浮现出了极为强大的阵法之力，阵法之力快速扩大，其面积之巨竟堪比一方世界。磅礴的阵法之力如漩涡一般围绕着卧龙武宗宗主快速旋转，与此同时还能够听到阵阵奇特类似诵经一般的声音不断自那阵法漩涡浮现而出，装神弄鬼。见状，岩锤妖族族长手握巨锤直接便砸了过去。可下一刻岩锤妖族族长竟发出一声惨叫，他的攻击未能攻破那阵法漩涡，反而被震得于星空中连连翻滚，稳住身形之际不仅狂吐鲜血，手中的巨锤竟也出现裂痕。看到这一幕，其他5位远古家族族长也是目瞪口呆，远处围观之人同样吓得不轻，一个区区半神怎么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就在众人不解目光注视下，卧龙武宗宗主法诀再度变化，且缓缓开口：独孤月下，以卧龙武宗当代宗主之名，恳请初代宗主大人将您留下的宗主之力赋予于我。此话说完，星空震荡，哪怕躲到极远之地的围观者也能清楚地感受到这种震荡。而那阵法漩涡之内，一个巨大的身影缓缓升起，先是露出头颅，可以看出他通体白色，半透明状，看不到脸，很快上半身也浮现而出，可以估算出他的体型将有多么利奥的，其本体战力恐怕将找出一方世界的面积。最主要的是，当他出现那一刻所散发的气息简直恐怖至极，就连6位远古家族族长也是害怕了。不好，快退！眼见不妙，6位远古家族族长赶忙向后退去。可突然卧龙武宗宗主嘴巴、眼睛、耳朵、鼻子同时喷血，下一刻便身子一歪瘫倒了下去。与此同时，那恐怖的阵法之力也是随之消散。承受不住了吗？七界仙阁阁主叹道：管他呢，杀了他！而岩锤妖族族长则是二话不说，一掌轰出，巨大的武力手掌便划破夜空，向卧龙武宗宗主轰击而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卧龙武宗宗主身前，他背对着6位远古家族族长，一只手搀扶住起了卧龙武宗宗主，而另外一只手则是对准了身后，那纤细的小手微微一颤，顿时狂风大作，竟将岩锤妖族族长的武力大手硬生生的吹散。又是谁？此刻无论是远古家族族人还是远处围观之人，都在认真观看，发现那是一名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子，那白裙异常洁白，但却十分朴素，看上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有些圣洁，却也有些诡异。至于长相，这名女子很年轻，但长相却很普通，并没有人认得她。前辈，您回来了。卧龙武宗宗主虚弱的看着白裙女子，好好守护卧龙武宗不就好了，何必管这闲事？催动宗主之力可是会丢掉性命的。白裙女子说道。卧龙武宗宗主还想解释，别说了，调整伤势，后面的我来处理。白裙女子将一颗丹药放入卧龙武宗宗主口中，服下这颗丹药，卧龙武宗宗主也是陷入了昏迷，但此刻的昏迷对于他的伤势是有帮助的。白裙女子这才起身，看向远古家族6位族长，你莫非也是卧龙武宗之人？七界仙阁阁主问。他自然是通过先前白裙女子与卧龙宗主的对话猜测而出，何必多此一问？白裙女子道，我们今日要拿的是祖武界宗的东西，与你卧龙武宗无关，莫要多管闲事。七界仙阁阁主道，你们拿祖武界宗的东西确实与我卧龙武宗无关，但你们利用我卧龙武宗的防御大阵来让祖武界宗的遗迹现身，这件事怎么算？白裙女子问。但七界仙阁阁主的注意力却放在了祖武界宗主城上，祖武界宗主城变得更加虚幻了。他在拖延时间，别与他废话，杀了他！七界仙阁阁主说话间已是布置攻杀阵法，直接对白裙女子发动了攻势。见状，其余5位也是同时出手，可面对这6位远古家族族长、5位天神境与1位天龙境的强者，白裙女子却并未逃脱，反而释放出强大的武力直接迎战。好强！卧龙武宗竟有天神境强者，难怪之前便听闻祖武天河虽然落寞，但实际上有隐藏的高人守护，所以很多庞然大物才没有攻打祖武天河。想不到这个不靠谱的传闻竟是真的，祖武天河真的有如此强大的存在，天神境的存在，有这种强者镇守的祖武天河根本没有落寞。围观的众人瞪圆了双眼，纷纷感叹，其中一个大脑袋的男子更是拍手叫好，精彩，太精彩了，真是不圆我老婆孩子都不管了，特意跑过来看这场戏，这可比我预想中的精彩多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主要就是看戏，当然也想过浑水摸鱼，但就算无法浑水摸鱼，只是今日所见便也让他们觉得值得了。诸位速速退去，继续留下将有生命危险，散了吧。可就在此刻，一道苍老的声音却映入这些围观之人的耳帘，是谁？是谁在说话？他们四下观望，并没有发现任何人。走吧，一定又有大人物来了，快走快走！有胆小之人开始转身离去，真是胆小怕事，看看难道还不让？但对此也有人嗤之以鼻，还是有很多人选择留下继续看热闹。他们并不相信只是看热闹也会遭来杀身之祸，太强了，以1敌6，不落下风。这卧龙武宗的白裙女子也太猛了吧！众人越看越起劲，天神境强者的战斗太精彩了，
他们其实根本看不到具体过程，可是天神境的交手威势滔天，哪怕距离如此之远，却也能感受得清楚。他们在星空之中交战，没有任何顾虑和收敛，就是最直接的力量展示。可以这样说，他们此刻交手产生的破坏力，也就是在星空之中。若是放在一方世界，那么那方世界早就被彻底粉碎了，根本承受不住这样的攻势。每一道涟漪都是铺天盖地，覆盖极广。他妈的，都怪那提线尊者，若不是帮他催动阵法，耗费太多，怎么可能我们6人联手都打不过这个娘们？岩锤妖足足长气的咬牙切齿，少废话，尽快杀了他，否则祖武界宗要消失了。七界仙阁阁主说道。哇！可忽然他愣住了，他发现自己的胸口被一把白色匕首从背后插入了胸口。那白色匕首通体漆黑，上面刻画着蓝色的符咒纹路，符咒纹路绽放蓝色光芒。与此同时，这方大战竟然停止，所有人默契的同时停手。定睛一看，所有人皆是吓得不轻，原来不是默契出手，而是交战的7人，胸口都被一把白色的匕首插入，就连白裙女子也未能幸免。白裙女子看着从背后洞穿胸膛的白色匕首，同样一脸意外。显然这不是他们7人的攻势，是另有其人暗算了他们。嗡！就在众人不解之际，一道结界门浮现，一个身穿白色长袍的身影浮现而出。他那结界长袍很特别，竟闪烁着蓝色的符咒纹路，与刺穿他们的白色匕首一模一样。很显然，此人就是暗算他们的罪魁祸首。见到这位，远古6族族长便想动对其出手，可却发现动弹不得。这匕首内有束缚阵法。七界仙阁阁主说道。白袍人没有说话，而是抬头打量着祖武界宗的主城，随后便开始布阵。这是谁啊？不知道啊，穿的那么严实，根本认不出来。不管是谁，都是一位天龙界灵师，不然怎么可能轻易的制服7位天神境？到底是远古家族的，还是我们当代的呀？围观之人更关心这位白袍人的来历，是远古还是当代？他们自然希望这位是当代的。远古家族太强了，他们当代武者各方天河霸主，除了7界府主突破到了天龙界灵师外，其他霸主还是真神巅峰。对比之下，当代武者落后远古家族太多，身为当代武者，自然不希望如此。噗噗噗！可忽然道鲜血四溅开来，那些先前还在交谈之人，顷刻之间全部爆体而亡，所有留下来的围观者都被抹杀。是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掠过，正排山倒海一般向祖武界宗所在的方向飞掠而去。天地震荡，是超越了远古家族族长与白裙女子的气息。这位小友，看来你躲在暗处许久，是想坐收渔翁之利吧？但你可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伴随这道苍老的声音回荡，那股力量已是靠近，且很快6道身影也是浮现而出。这是6位极其苍老的人物。苍老道，这6个人头上的毛夹刀一起都没有100根，身上的皮肤更是皱巴巴的，但却分别穿着6大远古家族的衣服。太上长老大人见到这6位老者，6位远古家族族长也感到意外，但却狂喜不已，就像是孩子看到了家长。很难想象在他们这种位高权重、实力滔天的人物脸上会看到这样依赖的表情，但显然连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族内最强的太上长老竟也都来了。远古的老东西，今日就让给你们，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我迟早都会拿回来。那白袍人的声音很是沙哑，明显处理过。且说话间，一道结界门浮现，便踏入了结界门之内，想走。见状，7界仙阁的太上长老手臂一抬，一座封锁大阵四散而去，顷刻之间便封锁了这片星空。可很快，他苍白的眉毛却皱了起来。抓住了吗？血凤王族太上长老问。没有，他有很强的传送宝物。7界仙阁的太上长老说道。无碍，祖武界宗还在变好。随后，6位远古家族太上长老便直奔祖武界宗飞掠而去，可他们却从祖武界宗穿了过去，那不是实体，当真只是虚影，怎么会这样？其他5位太上长老纷纷看向7界仙阁太上长老，这位实力最强，精通结界之术，还没有彻底显现。7界仙阁太上长老说道：“6位大人，我有办法，用我这阵眼催动，便会彻底显现。”此刻被捆绑的提线尊者说道。见状，7界仙阁太上长老便来到提线尊者身前，将提线尊者身上的封锁大阵解除。与此同时，血凤王族太上长老则是将6位远古家族族长身上的黑色匕首取下，只是取下之后，那匕首竟化作攻杀阵法爆炸开来。幸亏7界仙阁太上长老率先发现，布置封锁阵法，封锁住了那爆炸。小心一点，莫要小瞧了当代界灵师。7界仙阁太上长老对血凤王族太上长老说道。当代界灵师真是卑鄙。血凤王族太上长老说话间看向了提线尊者一眼，很显然他也不信任提线尊者。而此刻一股杀意浮现，是岩锤妖族的太上长老想要抹杀白裙女子。见状，提线尊者立刻开口：“大人，别杀他们，留着他们有用，能够破阵。”提线尊者，你故意隐瞒事实，已是犯了死罪，知道吗？血凤王族太上长老说道。知道，我这不是在将功补过吗？提线尊者笑眯眯的说道。别废话，赶快稳住祖武界宗，若是让他消失了，要你狗命。血凤王族太上长老说道。好，我这就开始。提线尊者说话间便开始布置大阵，很快一座大阵便浮现而出。大阵布置完毕，提线尊者大袖一挥，一座球形阵法将白裙女子以及卧龙武宗宗主全部覆盖在球形阵法之内，旋即将这球形阵法丢入阵眼之中。紧接着他也是踏入阵眼，开始催动阵法。阵法光芒闪耀，一道结界光束喷射而出，落在祖武界宗的主城之上。祖武界宗主城的虚幻形态果然被稳住，并没有再继续变弱。可同时，阵阵哀嚎响彻，是白裙女子与卧龙武宗宗主。虽说卧龙武宗宗主其实并未苏醒，还在昏迷，但却也发出痛苦哀嚎。很快，黑发变白发，
他们的生命气息肉眼可见的流逝，没过多久便彻底死去。诸位大人，小人力量有限，恳请诸位大人帮忙。提线尊者说话间，法诀变化，那阵眼也随之扩大。这6位远古家族族长看向各自的太上长老，他们现在已是负伤，再加上之前催动阵法，已是消耗过大，当真不愿再出手，再出手会对日后修武之路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看什么看，还不去帮忙？然而6位太上长老却是同时怒斥开口。见状，已经身负重伤的6位族长也是只得进入阵眼。他们加入之后，阵法的确加强，祖武界宗开始向实体转化，但速度并不快。6位大人，你们也一起来吧，我们只有1个时辰，半个时辰若不能让其彻底显现，我们将彻底丧失这次机会。提线尊者说道。听闻此话，6位太上长老互看一眼，随后同时踏入了阵眼之内。当这6位踏入之后，阵法发生了质的变化，祖武界宗实体化的速度开始提速。太上长老，公益塔死了。催动阵法的同时，7界仙阁阁主对太上长老说道：放心，公益不会白死，老夫从今以后就留在这里，防御大阵总有耗尽之时，到了那个时候，便是祖武天和所有人为我7界仙阁之人陪葬之日，也包括那个罪魁祸首的小鬼楚风，我会让他亲眼看着老夫如何杀光他的所有至亲之人。7界仙阁太上长老说道：他们早就来了，只是一直在暗处观察，所以也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2位大人莫要分心，我们需要全心投入阵法之内，时间有限，抓紧吧。提线尊者提醒道。其实催动这座阵法对于这些天神境负担也是极大，不过短短片刻，6位家族族长的身形也都如骷髅一般。半个时辰过后，6位家族族长已是瘫倒在半空之中，他们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他们会死。1个时辰过后，6位太上长老的身形也如骷髅一般，生命气息异常虚弱，就连头上仅剩的几根毛也全都掉光了。但是好在祖武界宗光芒大盛，宛如一轮明日普照八方，当光芒散去，那祖武界宗的主城再无任何虚影，就这样屹立于这星空之中。成了，总算成了。见此一幕，提线尊者率先跑出阵眼，近距离的观望这座大阵。看到这一幕，远古家族6位族长以及太上长老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甚至眼含泪光。为了这一刻，他们付出太多了。但很快，7界仙阁的太上长老眼中闪过了一抹寒光，只见其缓缓抬手对准了提线尊者，随后一道微弱的结界之力浮现，宛如离弦之箭，化作一道流光，直奔提线尊者而去。然而那道结界之力在靠近提线尊者后，却并没有穿过他的丹田，反而是从他身体绕过。就在此时，提线尊者手掌摊开，那道结界之力竟诡异地落入了他的手中。这一幕让6位远古家族的族长以及太上长老皆是大感震惊，甚至虚弱的只能瘫在地上的6位族长都紧张地坐了起来。就算7界仙阁太上长老因催动大阵已是极其虚弱，可他的修为摆在那里，那一击完全可以让提线尊者丧命才对，太不够意思了。事情办成就要杀人灭口啊！提线尊者转过身来，随后手掌对准7界仙阁太上长老，那本是7界仙阁阁主发出的结界之力。只见提线尊者掌心一颤，便飞掠而出，速度之快，7界仙阁太上长老竟反应不及，鲜血喷溅，直接穿透了7界仙阁太上长老的丹田。我宰了你！见状，其他5位太上长老以及6位族长同时起身跪下，可伴随提线尊者不紧不慢的声音响起，刚刚起身的他们竟同时跪在了半空之中。结界之力，无比强大的结界之力，是那结界之力束缚了他们，控制住了他们的一举一动，逼迫他们跪下。这一刻，他们再度看向提线尊者，满面惊恐与陌生。他们终于意识到这个提线尊者拥有着怎样的力量，可这完全超乎了他们的预料。抱歉了，因为催动这阵法逼迫没用，需要你们自己心甘情愿的进行催动，才能发挥阵法的力量。老夫也是没办法，这才陪你们演了这出戏。提线尊者笑眯眯地说道。你竟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们？7界仙阁太上长老道。是啊，开启祖武界宗这座主城，老夫钻研了很久，后来发现卧龙武宗防御大阵的力量虽必不可少，但你们远古家族强大血脉却也能够提供极大的帮助。不过不得不说，你们这些远古家族的血脉挺好用的，是催动大阵最好的材料之一。但话又说回来，你们这群老东西还真不好对付，老夫花费那么多年与你们搞关系，也帮你们搞到不少东西，结果到最后你们还是如此不信任老夫。但是好在你们够贪。提线尊者说话间走到了几位近前，你这混账，你从最开始利用我们就是为了今日。此刻6位家族族长以及太上长老，这总共10位天神境，2位天龙境的无上存在，都是被气得瑟瑟发抖，杀意滔天。原来从提线尊者第一次与他们结识开始，就都是一场阴谋，为的就是今日。对，不然你们以为老夫为何叫提线尊者？提线尊者说话间抬起右臂，张开手掌，摆动起5根手指。因为你们这些自命不凡的远古家族，不过是老夫手中的提线木偶。混账！听闻此话，岩锤妖族族长发出一声怒吼，可这声怒吼过后，却是一大口鲜血喷涌而出。这口鲜血喷出后，他的生命气息都变得更加虚弱，当真气得不轻。哟，气性怎么这么大？一把年纪了，真被气死了咋办？提线尊者发出幸灾乐祸的声音。你不是7界圣府的人，你到底是谁？7界仙阁太上长老问道。而提线尊者则是又向7界仙阁太上长老走近2步，他摘下了兜帽，露出了真容。他面容苍老，眼睛很小，是那种让人不安的眼睛，看上去就和奸商一样，非常的贼。但是他的鼻子却是非常独特，就和牛的一模一样，丑陋至极。老夫最初的名字叫独孤凌天，现在的朋友都叫老夫牛鼻子老道。当然，话到此处，提线尊者手掌忽然伸出，直接刺入7界仙阁太上长老的胸口。这一刻，
七界仙阁太上长老紧咬牙关，痛得面容扭曲，因为他的本源与修为正在被剥离体内。可提线尊者却面带笑容，对其说道：“你也可以称呼老夫为楚风的师尊，你是楚风的师尊，那你也是祖武天河之人。”七界仙阁太上长老恶狠狠地盯着牛鼻子老道：“对，但不止如此。事实上，老夫也算是卧龙武宗的弟子，不过这也不重要，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重要的是，楚风可是老夫唯一的弟子。你刚刚说要杀了楚风所有至亲之人，那便也包括老夫了。只是你有这个本事吗？”话到此处，牛鼻子老道面露狠色，他吞噬七界仙阁太上长老的速度增快数倍。如此折磨下，七界仙阁太上长老也是难以忍受，发出凄厉的惨叫。不过这叫声持续很短，因为他并未支撑多久，便已丧失生命。眼看着自家太上长老已死，七界仙阁阁主近乎疯狂：“你这狗腿子，我要将你碎尸万段，我要把你挫骨扬灰！”噗！可伴随一道鲜血喷溅，七界仙阁阁主的声音戛然而止，已是身首异处。是牛鼻子老道，他以手为刃，随手一挥，便将七界仙阁阁主的生命终结于此。给你笑脸多了，真以为老夫是好脾气？牛鼻子老道冷冷地看了一眼那已经死去的七界仙阁阁主，这一眼杀气涌现，冷冽无比，就连这些远古家族的族长以及太上长老都不寒而栗。提线尊者，我们没必要闹到如此地步，你的目的已经达成了，你想要的就在那里，你没必要非要杀了我们。其实这些年你与我血凤王族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呀。血凤王族太上长老赶忙说道，他收起了杀意与愤怒，为了活命，他想要苟且偷生。眼见着太上长老求饶，血凤王族族长也是立刻附和。哦，见状，牛鼻子老道将目光转向血凤王族太上长老与王族族长，只是一个转头，他脸上的凶狠便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和善的微笑。看来你们很想活命啊！但很快又扫向其他几位，那你们呢？不想活吗？听闻此话，其他几位族长与太上长老也是纷纷开口。提线尊者，其实他们说的对，咱们没必要闹得如此僵，咱们完全可以继续合作。你有如此修为，我们可以以你为首是瞻，听你调遣。以我们几大家族的力量，再加上你对当今时代的了解，我们绝对可以称王。到时候你拿到头，我们只要喝口汤就行。他们仿佛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于是好话说尽，不惜放低姿态。可哪怕他们已是如此，牛鼻子老道不仅没有表态，反而笑了起来。听到他这个笑声，所有人都僵住了。牛鼻子的笑声不对，就像是听到了笑话而笑，是在嘲笑他们。其实传闻是真的，老夫真的走访了当今时代所有天河的顶尖势力，以及所有远古势力，甚至一些小势力，老夫也给他们传递了消息。话到此处，牛鼻子老道探手一抓，那个蕴藏阵法世界里面聚集当代修武者的吊坠便又回到了他的手中，所以才有了这些人。牛鼻子老道摇晃着吊坠说道，他们与你们一样都很贪，但老夫都说了，老夫是祖武天河之人啊，推动今日之事，你们以为老夫只是为了祖武界宗的宝藏，老夫也是想顺便看看到底是哪些人会对我祖武天河心生歹意。话到此处，手指轻轻一握，咔嚓一声，那吊坠便被捏碎，紧接着一道结界门浮现而出，那结界门如闸门泄水，向外狂喷，但喷出的可不是水，而是一道道身影，是一个个修武者和界灵师，那正是在那吊坠世界内的当代修武者们。牛鼻子老道不仅联合了远古家族，也联合了当代修武者，这些人都是受他召集而来，他们之中尽管大多是乌合之众，但也有少量非同一般的存在，甚至也有一些人是顶尖势力的强者伪装混进来的，其中甚至包括天河霸主级势力的人，有的是真的相信牛鼻子老道，想要分的一杯羹，有的则是打探情况，近距离的观察事情动态。可眼下不管他们有何目的，有着怎样的身份，在牛鼻子老道眼中都是一样的，他们赶来便要受死。于是道道鲜血绽放，那些人还来不及呼喊，来不及询问，便以生命消亡，他们就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好了，该你们了。尊贵的远古大人们在轻描淡写间便抹杀掉数千万条生命后，牛鼻子老道又对几位远古大人物说道，提线尊者，你装什么清高？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没有你就不会有今日之事。你利用卧龙武宗的防御阵法，你祖武天河也有伤亡，你为的就是祖武界宗的宝藏，为此你利用了所有人，你不过是一个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眼见着无法活命，血凤王族族长破口大骂，哎呦呦，就你聪明，就你会说，但你说的不对又怎样？说的对又怎样？远古的老杂鱼，尽情的无能狂吠吧，这是你漫长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了。不过你并不会寂寞，老夫叫你全族族人与你陪葬。牛鼻子老道不仅不气，反而面带笑容，满脸得意，同时他掌心摊开，一道极为恐怖的阵法，轰！阵法扩散，覆盖极广，威力极强，简直是众生平等。不仅残存在远处阵法世界的远古家族众人被瞬间抹杀，就连这几位远古家族顶尖存在天神境的强者也同样被瞬间抹杀。抹杀众人后，那磅礴的结界之力又快速回落到牛鼻子老道的掌心。这一刻，这片天地变得安静无比，可血液的气息却是无比的刺鼻，但实际上什么都看不到。牛鼻子老道收了那些人的至宝，也将他们的尸体炼化的彻底。这片浩瀚星空中就只剩下3道身影，除了牛鼻子老道以外，便是还在那道阵法内的卧龙武宗宗主以及白裙女子。不过牛鼻子老道并没看他们，而是在除掉那些人后，转身看向了祖武界宗，一步一步向祖武界宗的主城行去。距离祖武天河极其遥远的星空中，一座磅礴的阵法隐藏于这里。在这阵法内汇集着诸多身影，全部都是7界圣府之人，其中包括天龙界灵师、7界府主。他们虽然没有靠近祖武天河，甚至距离整片东域都有一定距离，但他们也在通过这座大阵观察着祖武天河的这场战役。只是眼下所有长老无论是何境界，
是何身份，都停止观察。所有人都注视着七界府主，之所以如此，因为他们什么都看不到了，本来是能够看到的。他们看到事情的发展，看到了远古6位家族与祖武天河的攻防战，也看到了楚风出现在祖武天河，斩杀了远古家族的众多强者与诸多天才，甚至看到了祖武界宗的主城浮现，也看到了远古家族6位家主的登场，以及卧龙武宗宗主具备着可怕的力量，但却因自身修为太弱而无法承受。可在卧龙武宗宗主身后，却还有一个强大的白裙女子，能够与6位远古家族族长交锋而不落下风。通过交战掀起的威势，他们能够判断那7位的实力都达到了天神级别。可就在7位激烈交锋之际，忽然一片迷雾浮现，迷雾覆盖之广，遮盖住了整个祖武天河，并且具有极强的阻挡效果。他们这为了观察祖武天河精心准备的观测大阵，都看不穿那迷雾，至少他们看不到。现在就只剩下他们的府主大人还在通过大阵继续观察，可他们也不知道府主大人能否看破那迷雾。不是简单的迷雾，我在一座太古遗迹内见过，是太古时期的宝物所释放的迷雾，是有人故意释放的，应该是知道有人在用阵法从远处观察，而他是刻意想要隐瞒什么。七界府主也收回了目光，听闻此话，众位长老也明白，就连他们的府主大人也同样无法通过那观察大阵看到祖武天河外的情况了。府主大人，此时一位长老脸色铁青，有些怯懦的开口：何事？说。七界府主道。那位说话间拿出多块生命令牌，只不过那些生命令牌皆已经碎裂。府主大人，就在刚刚，我们派去祖武天河的所有人都死了。长老道。是被发现了身份吗？有长老猜测，他们派去的人可是伪装成散修的模样，并不是以七界府主界灵师的身份前去的。不管是何原因，我都要亲自去祖武天河一趟了。七界府主说道。对于府主大人这个决定，诸位长老并不意外，本来他们对于这件事是不感兴趣的，派人过去也只是想打探一下情况，毕竟远古家族都出动了，他们也想了解一下远古家族的实力，但的确没有打算参与。可是现在居然连祖武界宗主城都出现了，那可是真正的宝藏，尤其是对于他们界灵师而言。当七界府主准备前往祖武天河的时候，牛鼻子老道早已解决了远古家族的所有人，他眼下就站在那祖武界宗主城那巨大无比的城门前。尽管这座巨大到堪比一方世界的主城已不再是虚影，而是真正的浮现在其面前，可那城池的大门却是紧闭的。至于城池上方，虽表面上看没有封锁，可实际上却有结界，并且是极其狂暴的结界，真正的入口就只有这道城门。深知祖武界宗的不简单，任凭是牛鼻子老道也并未轻举妄动，而是认真观察。刷刷刷，一番观察后，他开始捏动法诀，并且一边捏动法诀，一边快速的向后退去，与祖武界宗主城拉开距离。很快，一座磅礴的阵法自其体内释放而出，那阵法之磅礴，其面积竟堪比祖武界宗的主城，而那阵法还在继续扩大。当阵法完成之际，其面积比祖武界宗主城还要更加巨大。阵起，不过伴随一声轻喝，那磅礴的阵法快速缩小，最终缩小到了只覆盖牛鼻子老道周身的程度。原本巨大到比一方世界还要更大巨大的磅礴大阵，此刻化作一层结界盔甲，附着在牛鼻子老道的身上。这一刻，牛鼻子老道才再度向前，直奔祖武界宗主城的大门飞掠而去。嗡！然而刚刚靠近，便有一股无形的结界之力将牛鼻子老道拦了下来。牛鼻子老道伸手顶住这无形结界，同时掌心还有结界阵法释放。这一刻，星空剧烈震颤，是牛鼻子老道在与那无形结界进行对抗。紧皱的眉头，愈发狰狞的表情，都在说明，哪怕是牛鼻子老道对抗这股力量，也是极其吃力。轰！忽然，牛鼻子老道倒飞而去，飞到了遥远的星空之外。当他稳住身形之际，不仅附着在身上的阵法盔甲开始碎裂脱落，嘴角还有鲜血缓缓溢出。而在观祖武界宗主城依旧如初，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不愧是祖武界宗，看来时代初期的最强界灵师宗门真的不是虚名。这样的话，这个巨大的宝藏是暂时与老夫无缘了。牛鼻子老道对于这一幕似乎并不意外，他擦拭了一下嘴角的血迹，脸上并没有丝毫失落。随后大袖一挥，丢出一面镜子，那镜子快速扩大，转眼间其大小便达到了一座小型世界的大小。在牛鼻子老道催动下，那面镜子来到了祖武界宗之外。很快，镜面变化，出现巨大漩涡，一股恐怖的吸力席卷而去。但那吸力并不是冲着祖武界宗，而是冲着祖武界宗身后那镶嵌在防御大阵上的特殊结界门。特殊结界门以及之前牛鼻子老道融入防御大阵的所有力量都开始倒涌而出，进入那面镜子之中。这种情况下，防御大阵的覆盖面积开始恢复。当那结界门消散之时，防御大阵的覆盖面积已是彻底恢复，自然而然也将祖武界宗的主城覆盖在了防御范围之内。做完这件事，牛鼻子老道便转身离去，而他刚走，那覆盖卧龙武宗宗主以及白裙女子的阵法便也随之碎裂。碎裂之后，浮现出的竟是卧龙武宗宗主以及白裙女子正常的样子。他们不仅没有死，也没有变成骷髅模样，反而就连之前的伤势都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原来之前被阵眼硬生生耗光生命，不过是阵法伪装出的假象罢了。祖武天河与九魂天河同属东域，虽并没有结界进行阻隔，但实际上两道天河之间是有着一道领域界限的，那是时代初期的大人物们共同划分的。这道领域界限几乎将东域的浩瀚星空平分成了两半。尽管九魂天河时代初期也是极强，可其实不如祖武天河能够得到这个待遇。乃是时代初期九魂天河与祖武天河并肩作战，所以祖武天河才愿意与九魂天河平分星空领地。只是随着时间流逝，九魂天河与祖武天河也早没有了当初的友谊。
现在2道天河内的修武者都少有人能够于星空之中翱翔，自然也就更没什么人记得2道天河的领域界限在哪。但牛鼻子老道知道，他快速飞掠，很快便来到了界限处。身处这里，隐隐间还是能够看出区别的，是黑暗程度有差异。若不仔细看，绝对看不出来；但若仔细看，便能够看到，这浩瀚星空之中，因颜色差异而有着一条线，延绵到星空深处，将整个东域分割成2块。牛鼻子老道并未进入9魂天河的星空领域，而是站在这道领域界限前，看着前方。别装了，老夫都看到你了，快出来吧！你……他此话说完，在领域界限另一端，虚空一阵扭曲，一道身影浮现。此人身后背着一个斧头，乃是宋长生。真没想到，你就是提线尊者，有些意外。宋长生说道。他一直在暗中观察，如此距离之下，以他的手段，已是清楚知道事情的经过。别扯这个，你是真打算袖手旁观啊？牛鼻子老道问。他早就知道宋长生在这里暗中观察，可在自己亮出真身前，宋长生是不知道提线尊者就是他的，但宋长生根本就没有出手的打算。我说过，我永生不踏入祖武天河。宋长生道。你救他儿子，违反你们的约定，他难道还会怪你？牛鼻子老道问。你第一天认识我，我不爱多管闲事。宋长生说道。对此，牛鼻子老道也无话可说，因为宋长生的性格，他的确了解一二，于是说道：今非昔比，你那小徒弟对我的徒弟可很是喜欢，他日后若是知道你对他心上人见死不救，袖手旁观，一定会恨你。可对此，宋长生不仅毫不在意，反而少见的阴阳怪气。我徒弟就算要恨，也是恨你为了祖武界宗的宝藏，连自己徒弟都算计。牛鼻子老道淡淡一笑，老夫不是第一天认识你，难道你就是第一天认识老夫？也对，没你做不出的事。宋长生白了牛鼻子老道一眼，颇具怨念。不过我很好奇，若是有朝一日你的立场和楚风不同，你当如何应对？宋长生问。这是什么话？老夫弟子怎么可能与老夫立场不同？牛鼻子老道反问。楚风与你不同，他不会为了追寻力量不择手段。现在你们修为有差距，但他迟早会追上来，等他与你到了相同的层面，难免会有一些利益冲突。宋长生道。我劝你别好奇，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宋长生少挖苦老夫。老夫问你一个问题，咱们算不算朋友？牛鼻子老道问。勉强算吧。宋长生道。行，有你这句话就行。其实老夫特意来找你，是来与你告别，老夫要走了。牛鼻子老道说道。去哪？宋长生问。明知故问，自然是第9道天河。牛鼻子老道说道。就这么走了？不管你的弟子了，他现在的死敌可是7界圣府。宋长生道。放心吧，就算你死了，我那弟子都不会有事。牛鼻子老说道。对你的弟子这么自信？宋长生问。这关自信什么事？牛鼻子老道反问。而宋长生似乎明白了什么，不由眯起了双眼。看来那天的动静真的是……怎么关于我的弟子你这么好奇？牛鼻子老道问。毕竟我也是修武者，以楚风的天赋，好奇也正常吧。况且他与我有些渊源。宋长生道。有渊源你还不帮他？牛鼻子老道问。有渊源不代表就一定要帮。宋长生道。行了了，继续做你不问世事的高人吧。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进去？你应该知道这里限制了我们，唯有进入第9道天河，我们才能继续前行。牛鼻子老道说。时机成熟，应该也会去的。宋长生道。大概还要留下来多久？牛鼻子老道问。还不清楚。宋长生道。不，我是小瞧你。神之时代，我劝你还是小心一些。牛鼻子老道说道。你是指远古家族？宋长生问。远古家族自然不容小觑，但于老夫看来，你最要提防的是我那弟子的外公。牛鼻子老道说道。界天然。宋长生有些意外。别小瞧他，那老头儿隐藏的深着呢。当然，他现在对你没威胁，但日后说不准，所以叫你别大意。牛鼻子老道说道。我说过，我不会掺和你弟子的事，也不会参与远古与当代的争斗。宋长生道。所以才劝你小心，有些事不是你参不参与的问题，有时候麻烦是会主动找过来的。牛鼻子老道说道。我会注意，不过你现在走，费尽心思搞出来的祖武界宗就不管了。宋长生问。就当临行前留给我弟子的礼物吧。牛鼻子老道说道。对此，宋长生轻哼一声，以他所了解的牛鼻子老道，可不会这么慷慨大方。他清楚，是牛鼻子老道确定拿祖武界宗的主城没办法，才会如此。看来时代初期的那些前辈真的达到了某种高度。宋长生叹道。牛鼻子老道的实力他清楚，而祖武界宗的主城，牛鼻子老道却毫无办法。这对比出了实力差距，他们赶上了好时候罢了，待得老夫进入太古神域。哼！牛鼻子老道话到此处，贼眉鼠眼中浮现出浓浓期待。行了，老夫走了。牛鼻子老道挥了挥手，便转身离去。不见你的弟子？宋长生问。那小家伙悟性太高，将卧龙武宗的防御大阵潜力加持得太强，老夫现在也是进不去。况且早就告别过了，无需再见了。我们师徒俩将于第9道天河相逢。牛鼻子老道踏空而行，一边说话一边摆手，很快便消失在了星空中。牛鼻子老道踏空而行，速度极快，但他的目标并不是第9道天河，是9魂天河的边缘处的一个世界，目标明确，直奔这方世界的一座山峰。他从虚空而来，还未落在山峰之上，山峰顶端的空间便一阵摇晃，很快一道庞然大物现出原形，那是一只长达1000米的妖狐。千变妖狐，拜见大人。原本盘卧在山峰顶端的千变妖狐看到牛鼻子老道，赶忙起身施礼。回来多久了？牛鼻子老道问。有些时日了，按照大人指示，属下一直在这里等着您。千变妖狐说道。那件事情如何？那小子成功了吗？牛鼻子老道问。大人，一切顺利。千变妖狐说道。确定？老夫是希望他能够成为我弟子的助力，而不是成为我弟子的阻碍。若是你观察有误，可休怪老夫责罚于你。牛鼻子老道目光变得冷冽。大人请放心，属下观察妥当才回来的。尽管那妖物确实厉害，但融合得很好，
并且也没有发现异常。千变妖狐说道：“那便好。”牛鼻子老道说话间，便落在了千变妖狐的身上。走，去第9道天河。不知过了多久，卧龙武宗宗主才睁开眼眸。他的伤势太重，哪怕明明已经好了许多，可苏醒之后也是异常虚弱。不过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紧张地观察周围。当他发现白裙女子无碍，就站在不远处，看着远处的星空，且防御大阵不仅还在，且恢复了正常后，这才安下心来。行了，白裙女子转身看向卧龙武宗宗主，前辈，是您将远古家族击退了吗？卧龙武宗宗主也是立刻爬起身来，我可没有那个本事。白裙女子苦笑着摇了摇头，旋即她将卧龙武宗宗主昏迷后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卧龙武宗宗主，但白裙女子被那阵法覆盖之后便也昏迷了，所以她所知道的只是提线尊者打算用他们催动阵法力量，至于为何会变成这样的局面，她也不知道。这里的血腥气息如此浓郁，好像死了很多人，是另有高人帮助我们？难道是我卧龙武宗深处的那些大人们？卧龙武宗宗主问。尽管这里一具尸体都看不到，但那浓郁的血腥味道却残留着远古家族的气息，这让他可以推测出远古家族应该损失惨重，他们似乎真的安全了。有这个可能，但也有可能另有其人。白裙女子道：另有其人，那会是何人？卧龙武宗宗主实在想不到，他只知道在卧龙武宗深处有深藏不露的强大存在，那些存在应该是能够插手这件事的。当然那些存在几乎不问事实，按理来说确实没有出手的理由，也有可能传闻是真的。白裙女子道：什么传闻？卧龙武宗宗主问。浩瀚修武界的强大家族们不是第一次攻打祖武天河了，之所以祖武天河没有被他们占据，是传闻说一直有人暗中守护着祖武天河，他曾阻止过外来家族的攻占，只是没人知道这个人是谁，但这个传闻确实传得有鼻子有眼的。白裙女子说道：这个传闻我倒也听闻过，可祖武天河的情况真的有这等存在吗？卧龙武宗宗主并不太相信这个传闻，一直生活在祖武天河，他最清楚祖武天河的情况，倘若真有这种存在，且这样为祖武天河着想，那他为何任由祖武天河持续衰落？不管了，总之大家安然便是好的结果，接下来的事你能处理吧？白裙女子对卧龙武宗宗主问。前辈，您要走吗？卧龙武宗宗主问。白裙女子点了点头。前辈，现在的卧龙武宗很需要你，您要不就回来吧，您明明比我更有资格坐上宗主之位。卧龙武宗宗主道：别，我就是不喜欢被约束才离开卧龙武宗，另外卧龙武宗的情况你清楚，躲在卧龙武宗之内，那些势力很难对卧龙武宗造成威胁，所以下次这种闲事你还是少管，他们就算大开杀戒也杀不到我卧龙武宗之内。白裙女子道：可是我卧龙武宗不是一直有守护祖武天河的责任吗？若是其他时候不管也就算了，但这一次他们是以攻打我卧龙武宗为名而来，若祖武天河真的因我卧龙武宗而生灵涂炭，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开宗祖师以及历代大人们。卧龙武宗宗主道：罢了，你是宗主，你自己决定。白裙女子无奈地摇了摇头，旋即说道：对了，收楚风和紫菱为弟子，你倒是为我卧龙武宗立下功劳一件，我卧龙武宗应该会因为他们两个而重新昌盛起来。话到此处，他丢出一个乾坤袋，递给了卧龙武宗宗主，这个帮我交给楚风，另外你也劝劝楚风，现在他的仇家多，让他尽量留在卧龙武宗，没什么事便别出去了。白裙女子道：我会劝的，只是楚风的性子我怕是劝不住，况且他现在的修为，我就算想拦也都拦不住了。提及此事，卧龙武宗宗主有些无奈，反正劝劝总不会错，听不听便是他的事了，若是他真的遇到困难，也可以让他来找我。白裙女子道：是去真元孤山找您吗？卧龙武宗宗主问。待他打开乾坤袋，自然知道怎么找我。走了。话罢，白裙女子便御空而起，向远处的天外飞掠而去。终归是天神境，她的速度非常的快，眨眼间就消失在了卧龙武宗宗主的视线之中，但他却也在四下观察，目露谨慎。他不知道这周围是否还有高手，是否有人暗中观察他。为了避免意外，他取出一件宝物，让自己进入了隐藏状态。至于卧龙武宗宗主，观察了一下祖武界宗的主城，发现祖武界宗很危险后，他根本不敢靠近，而是回到了楚风以及其他众强者所在的世界内。楚风依旧在昏迷中，至于其他人，则是纷纷询问起发生了什么。他们没有掌握大阵，更是看不到祖武界宗那边发生的事，只知道卧龙武宗宗主忽然离开了。于是卧龙武宗宗主也是为圣主等人讲述起大概的经过，因为也无法判定现在是否真的已经安全，所以众人还是保持着严阵以待的状态。白裙女子隐藏之后继续飞掠，直到飞出东域之后，她才大袖一挥，一艘浮空战船漂浮而出。这艘浮空战船与楚风走出的那艘浮空战船一模一样。进入浮空战船之后，白裙女子大袖一挥，不仅换上了武者商会的长袍，脸上更是出现了一个特殊面具。原来她就是武者商会会长卧龙武宗宗主，手握防御大阵的主阵令牌，能够感觉到如今的防御大阵已经没有了远古家族那大阵的渗透，极其安全。可是忽然防御大阵发生了变化，防御大阵的力量开始回缩瓦解，最终仅有一小部分力量分散到各个世界的阵眼之内，伴随防御大阵力量的融入，使得存在于每个世界的阵眼发生变化，都形成了一个小型的阵法世界。那阵法世界同样蕴藏着极强的防御力量，但比之先前楚风加持过的防御大阵却是有着不小的差距。不过这样的阵法世界也足够庇护各个世界的修武者了，但是原本覆盖整个祖武天河的防御大阵却已然彻底消失，这也就代表着如今的防御阵法只能为各个世界提供一个庇护之所，强敌若是再度来犯，已是可以直接进入祖武天河，到时除了那些阵法世界外，任何地方都将是凶险无比的。抛开祖武天河的安危不谈，没有了防御大阵的覆盖，
立于星空之上的祖武界宗的主城也是直接暴露了出来，所有人都可以靠近祖武界宗的主城。可正常来说，防御大阵不会有这样的变化才对。楚风耗尽力气，将防御大阵加持到了极强的地步，不该变成这个模样。此时的变化，乃是有人故意为之。就在此时，一道声音映入卧龙武宗宗主的耳帘：这次来犯者皆已被灭，祖武天河暂时安全，而我卧龙武宗的防御大阵也是需要至宝催动的，总不能为了守护着祖武天河消耗殆尽。这件事就到此为止。那是龙邪大人的声音，一个隐藏在卧龙武宗深处的强大且神秘的存在。如今卧龙武宗真正的掌控者，他当初看好楚风与紫菱，但碍于一些原因，他没办法培养楚风，也没办法直接培养紫菱，于是便联系到了卧龙武宗宗主，以卧龙武宗宗主为中间人，对紫菱进行培养与指点，这才让紫菱在如此短时间内便有了如此大的进步。大人，守护祖武天河不是我卧龙武宗的宗规吗？卧龙武宗宗主问道。他知道是龙邪大人收起了防御大阵，在各个世界留下了庇护阵法，为这些平庸之辈提供庇护之处，已是本尊仁至义尽。祖武天河如今的修武者，一个个修为不咋地，内斗却是有一套。按理来说，他们都没有资格得到我卧龙武宗的庇护，但今日他们的表现的确有些出乎本尊的意料，但也仅此而已。毕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若是大阵被破，远古家族攻入，远古家族一声令下，必然有诸多人会选择叛敌。总之，这件事便到此为止。龙邪大人说道：一切听从大人安排。对了，大人，那些入侵者都被灭了，是您出手的吧？卧龙武宗宗主很想确定此事不是本尊出手，但也与卧龙武宗有关。总之，这次危机已经化解了，你就不要再多想了。龙邪大人说道。听龙邪大人这样说，卧龙武宗宗主更加好奇了，只是他也能听出龙邪大人不想告诉他真相，他也不好多问，于是他询问起另一件事：大人，祖武界宗的主城要不要收入卧龙武宗之内？小丫头，你怎么突然婆婆妈妈起来？你以前可没这么爱多管闲事。我被龙邪大人这样训斥，卧龙武宗宗主忽然有些不知所措。放心吧，祖武界宗的东西没那么容易拿到，若是真有人可以拿到，那也就是说明那里面的宝藏就是属于他的，你就别操这个心了。龙邪大人道。多谢大人提醒，是晚辈贪心了。龙邪大人一句话让卧龙武宗宗主有些惭愧，祖武界宗留下的东西说到底与他卧龙武宗没什么关系，可他却害怕外人得到，这与那些自私自利的家族又有何区别？毕竟祖武界宗的宝藏也是来自于远古的传承，这本就是能者居之。随后卧龙武宗宗主便与圣古圣主沟通，自然没有实话实说，只是说防御大阵力量耗尽，无法覆盖祖武天河，但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次危机已经彻底解除，那些入侵者已经死了，只是具体怎么死的他也不清楚。随后他们便又将这两个消息通过阵法力量告知了祖武天河的所有人。祖武天河的这些人本就是配合卧龙武宗和圣古，他们也知道若是卧龙武宗的防御大阵，可能他们早就被远古家族血洗了，自然没有丝毫的责怪，反而因危机解除而感到狂喜。当然也有胆小的人立即躲入了位于每个世界之内的阵法世界之中，至于胆大的则是开始恢复以往的生活。而卧龙武宗宗主则是带着楚风等人回到了卧龙武宗之内。说来也巧，刚刚回到卧龙武宗之内，楚风便苏醒了过来。楚风哥哥。楚风刚刚睁开眼眸，还没来得及反应，一道柔软的身躯便压在了自己的胸口。看着趴在怀中的紫菱，楚风笑着摸了摸紫菱的脑袋。我没事的，紫菱，只是消耗太大，有些疲惫，并没有任何影响。楚风怕紫菱担心，不由解释道。我看看。紫菱抓住楚风的手腕，以结界之力进入楚风体内进行观察。一番观察之后，紫菱那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好像真的没有大碍。现在信了吧？楚风坐起身来，旋即说道。怎么直接将我送回卧龙武宗了？他只是看了一眼房间的布置风格，他便知道自己回到了卧龙武宗之内。可是现在还是抵挡远古家族的关键时刻才对。而紫菱也是为楚风讲述起事情的情况。当然，因为龙邪大人不让卧龙武宗宗主透露他的身份，所以紫菱所知道的与其他人知道的消息也差不多，那就是防御大阵力量耗尽，自动解除。不过好在远古家族的入侵者已经死了，只是具体怎么死的，宗主都不知晓。防御大阵力量耗尽，只是对于这个消息，楚风却是若有所思。他之前可是掌握了防御大阵的，因此能感觉到那防御大阵的力量极其充沛，怎么可能耗尽呢？紫菱，是楚风醒了吗？此时门外传来卧龙武宗宗主的声音。哎呀，我差点忘记了，师尊他们都很担心你，但又怕影响你休息，一直在外面等着呢。紫菱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便赶忙起身向外走去，打开房门，果然外面卧龙武宗宗主、段柳峰、夏言以及诸多长老和弟子密密麻麻的堵在门外。哪怕宗主说了楚风没有大碍，可大家仍很是担心，毕竟就连宗主自己都很担心楚风。宗主大人。楚风也是跟随紫菱身后来到门前，对着宗主施以一礼。看到楚风此时的脸色，宗主以及段柳峰等人那悬着的心才算彻底落下，看来真的没事了。宗主道。宗主放心吧，一点事都没有。楚风笑着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对了，楚风，温雪的命魂可还在你身上？宗主问道。温雪乃是当初楚风在紫星堂所遇到的一个修炼至宝，乃是一个妖物，此物具有特殊力量，曾进入楚风丹田，想吞噬楚风血脉，结果却被楚风血脉击退，为了逃离不得不做出取舍，于是命魂留于楚风体内，后因缘际会下被卧龙武宗宗主收为弟子，且为其命名为温雪。这温雪本非人族，存在不知多少年头，总之很久，但据温雪所说，她虽存在许久，但如今却是重获新生，因此不仅是小辈，甚至年龄比楚风和紫菱都还要小。这温雪一直想要拿回自己的命魂，但楚风并没有还给他，命魂还在。楚风说道。不待卧龙宗主说话，紫菱便说道。楚风哥哥，将命魂还给温雪师妹吧。
楚风的第一反应便是拒绝，但也知道紫菱不会平白无故提出这个要求。紫菱，是发生什么了吗？随后，紫菱为楚风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紫菱本在闭关的关键时期，得知卧龙武宗遭遇大敌，想尽自己的一份力，于是强行出关。但强行出关的后果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险些性命不保。是温雪出手，用他特殊的力量，才让紫菱脱离生命危险。可这也导致温雪自己陷入了很危险的境地。宗主大人，温雪现在何处？楚风问。随我来吧。随后，卧龙宗主便带着楚风与紫菱来到了一个疗伤之地，整座山洞便是一座完整的疗伤大阵。此阵非特殊情况都不会启用。如今空旷的山洞内，一个金发少女被阵法之力包裹，漂浮在半空之中，上下起伏。少女五官精致，皮肤细腻，但却脸色惨白。此人正是温雪。温雪比之当初长大了不少，但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她的气息极其虚弱，并且楚风注意到她的右臂之上有着一道道奇特的纹路，纹路相互交织，遍布整条胳膊，并且向内延伸，似乎连接身体。而那纹路的中心有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方，就似阵眼一般，可偏偏那里却是空缺的。师尊，怎么温雪师妹的伤势反而变重了？紫菱皱着眉头，她的消耗太大了，应该是为你疗伤的时候动了不该动的根基。这座疗伤大阵也只能延缓恶化，根本无法治疗。卧龙宗主话到此处，看向楚风。楚风，我知道你与温雪的恩怨，若不是温雪真的有生命之危，我卧龙武宗已束手无策，也不会让你将命魂归还于他。总之大人，他这个状况全因为紫菱疗伤。楚风问。卧龙宗主应道。楚风心感诧异，温雪给他的印象可不是什么善类，是需要提防的危险家伙。他真没想到温雪会为了救紫菱而让自己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楚风哥哥，温雪师妹的确是因我才这样的。紫菱看向楚风，面带祈求。见状，楚风轻轻揉了揉紫菱的脑袋，没事，这个恩情咱们能还。随后，楚风便捏动法诀，催动结界之力进入自己的丹田之中。他于丹田之内布阵，磅礴的阵法覆盖在一个很小的光芒体之上，那正是当初温雪遗留在楚风体内的命魂。楚风并不信任温雪，他见识过温雪的力量，知道温雪很强很强。现在的温雪根本不是完全踢，因为他最强的部分遗留在了楚风的丹田中。为了确保万一，楚风在温雪的命魂之中布下了阵法，可以在关键时刻破坏命魂，从而限制温雪。阵法融合之后，楚风便将温雪的命魂从丹田移出，落入掌心之中。凭借楚风如今的手段，这命魂看上去与正常时候没有半点区别，根本就看不出实际上融入了束缚阵法。这是温雪的命魂，只是看到这命魂，卧龙宗主和紫菱皆是看得入神，他们都能感受到温雪的命魂很强，其中蕴藏着极强的力量，比现在的温雪可要强大得多。这让他们意识到，这命魂不仅仅是能为温雪疗伤，还能让温雪达到更高的层次，这就是温雪的命魂。楚风对卧龙宗主说道。其实当初温雪第一次坦白身份找楚风要命魂的时候，楚风便咨询了卧龙宗主的意思，是卧龙宗主叫楚风先别归还的，这命魂能制衡温雪。现在楚风也是看宗主的意思，若宗主要楚风还给温雪，楚风便还给温雪。眼下楚风从卧龙宗主的眼神中读出了犹豫和纠结。这命魂若是与温雪融合，温雪的修为可能不会直接增长，但其天赋将会彻底解放，日后的修炼必然会有极大提升。正常来说这是好事，毕竟温雪是他的弟子。可卧龙宗主犹豫，就是因为他也知道温雪之前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温雪的确具有不稳定因素，至少曾经的他极其危险。就在此时，温雪发出一阵轻哼，纯洁无瑕的小脸皱起了眉头，似是在承受某种痛楚。与此同时，她的气息也越发虚弱。师尊，继续下去，温雪师妹迟早会支撑不住的。紫菱开口，带着些许祈求。紫菱可不是傻白甜，她也能看得出来她师尊的犹豫，她也知道温雪的危险，可她过不去心里这一关，因为温雪现在的情况的确是因为救她。看着温雪越发糟糕的状态，卧龙宗主的呼吸都急促起来。楚风还是第一次在宗主的脸上看到如此挣扎和紧张，哪怕面对远古家族，他也没见卧龙宗主有如此表情。但很快，他的呼吸开始平稳，挣扎情绪也随之消失，转头又看向楚风，眼中满是坚定。这命魂应该能救温雪的命。楚风，有劳你了。他做出了决定，选择相信温雪。楚风也不犹豫，反正他已经留下了后手。于是楚风直接布阵，阵法相融，很快那命魂便融入温雪的身体之中。命魂入体，直奔温雪的胳膊上那空缺的部位而去。二者相融，胳膊上那奇特纹路开始消失，手臂恢复正常模样。与此同时，温雪的呼吸也变得平稳，就连气息也开始快速恢复。眼见着温雪有救，卧龙宗主和紫菱都是松了一口气。这感觉，可楚风却是心中一紧，他与温雪命魂内融入的阵法正在被快速瓦解。而再看温雪，楚风更是暗叹不妙。温雪已然醒来，正看着楚风，嘴角挂着甜甜的微笑。可在楚风看来，这抹微笑是如此的诡异。可恍然间，楚风又发现温雪并没有醒来。那么刚刚的又是怎么回事？难道是错觉？不，绝对不是错觉。怎么，你慌了？就在此时，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这正是温雪的声音。可温雪此时仍是闭着眼睛，但楚风已经确定这声音就是来自温雪，所以刚刚温雪冲着他笑也不是错觉，应该是温雪的某种能力让楚风产生了一瞬间的幻觉。可能让楚风产生幻觉，这能力可是非常可怕。你是有意为之，故意救紫菱，激发宗主和紫菱的惭愧之情，从而由我将命魂归还于你。楚风以暗中传音回道，他感觉自己好像上当了，一切都像是这温雪的阴谋诡计。说什么呢？怎么可以这么看我？我像是那种人吗？楚风，你可是界灵师，难道你看不出来？
我真的性命不保。我告诉你，若不是我师尊心疼紫菱，我可不会救她。但不管怎么说，我也是舍身救了你女人的命。你这么怀疑我，是不是有些过分？可听到楚风的话后，温雪竟表现得有些生气和委屈，就好像真的是楚风想多了一样。那你既然醒来，为何还要装睡？有什么事不能光明正大的说吗？楚风问。我当然可以起来，我可以不装的，但我现在很生气，因为你太卑鄙了，表面将命魂还给我了，实际上在我的命魂布下了束缚阵法。你是想我现在起来，将这件事告诉我师尊和紫菱师姐吗？温雪反问。你想说便说，对于你这种危险的存在，我布置一些手段以防万一，有何不可？只要你不作恶，我也绝对不会伤害你。楚风说道。作恶？你怕我杀了你的女人吗？温雪忽然问道。轰！可他此话刚出，一股磅礴的杀意便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随后，楚风直接来到温雪身前，一把抓住了温雪的衣领，将温雪给硬生生的提了起来。楚风见到这一幕，宗主大人和紫菱都是吓了一跳，他们可不知道温雪其实已经苏醒。在他们看来，温雪虽然性命保住了，但还在恢复阶段，还很脆弱。楚风也不理宗主和紫菱的反应，而是看着温雪。温雪，你刚刚的话再说一遍。温雪终于睁开眼眸，她不装了，反而是一脸委屈的看着楚风。干嘛啊？开个玩笑吗？干嘛这么激动？人家还没恢复好呢，你能不能温柔点啊？温雪，你早就醒了。见状，宗主和紫菱也是反应过来，必然是温雪和楚风说了什么，不然楚风不会有如此激动的反应。师尊，我刚醒的，谢谢师尊，谢谢紫菱师姐帮我求情，不然楚风可不会将命魂归还于我。温雪委屈的看着卧龙宗主和紫菱。温雪师妹，你与我楚风哥哥说了什么？此时紫菱看温雪的眼神已然没有了之前的关切，他帮温雪是因为的确欠温雪的，温雪的确救了他，可是于紫菱心中，楚风的地位是无可代替的，而他也知道之前温雪曾想过对楚风不利，所以若是温雪真的敢对楚风不利，他绝对不会对温雪客气。师姐，我就是与楚风开了个玩笑。温雪说道。什么玩笑？紫菱凝声问道。不待温雪开口，楚风便率先讲述，是我不信任温雪，在温雪的命魂里融入束缚阵法，他刚刚醒来便暗中质问我这件事。楚风说话间也是放开了温雪。温雪师妹，你与楚风之间的事，他不信任你也很正常，还请你不要怪他。紫菱说道。我知道了师姐，我没怪他了，因为那束缚阵法已经被我体内的力量解除了。温雪笑眯眯的说道。听闻此话，卧龙宗主和紫菱也是神色微微变化，能够将楚风的束缚阵法解除，这已经侧面证明温雪的力量非同小可。温雪，玩笑可不能乱开，若不是楚风，你此次怕是性命难保，还不快谢谢楚风？宗主大人说道。谢谢楚风师弟，我这么叫你应该没问题吧？温雪双眼眯着两道月牙，甜甜的看着楚风，他这干净的脸蛋本就给人一种纯洁无瑕之感，看着特别的乖，而这抹笑容看起来更是极其讨人喜欢。温雪，你救了紫菱，我也要谢谢你，但现在命魂已归还于你，我们之间扯平了，过去的恩怨我楚风既往不咎，但也希望你能改过自新，好好做人，莫要辜负了宗主大人对你的期望。你若是真的洗心革面，效忠于卧龙武宗，我楚风身为卧龙武的一员，也定然不会亏待你。但丑话说在前头，别说紫菱，但凡若你敢对卧龙武宗任何人做出不利之事情，我楚风都绝对不会放过你。楚风此话说完，也不管温雪是何反应，便走向了紫菱。他已收起杀意，冲着紫菱咧嘴一笑。没事，紫菱，他确实是在和我开玩笑，是我还没从之前的大战中缓过神来，太紧张，有些冲动了。楚风此时的微笑极其柔和，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哎呦，真甜蜜，羡慕啊！温雪在一旁说道。但旋即看向卧龙宗主。师尊，外敌的事情怎么样了？已经解决了，你不用担心。卧龙宗主说道。可下一刻，宗主大人忽然脸色大变，察觉到不对劲的楚风与紫菱，赶忙同时问道。宗主大人，怎么了？又有人进入了我祖武天河的领地。卧龙武宗宗主说道。是何人？这一次，楚风与紫菱还有温雪三人同时问道。好像是七界圣府。卧龙武宗宗主道。七界圣府。听到这四个字，楚风顿时眉头皱起。与此同时，祖武天河外的星空中，三道巨大的结界门浮现，随后数十艘巨大的浮空战船依次从中飞掠而出。最前方的战船甲板上站着数位七界圣府强者，最前端的负手而立的那位则是楚风的外公，七界圣府当今府主，一双苍老的眼眸盯着远处星空中那巨大到宛如一方世界的巨型城池，目光既兴奋又激动。